他是监狱里最嚣张的囚犯，不仅可以当着狱警的面喝啤酒，就连监狱长对他都要毕恭毕敬。这天监狱里要挑选几名犯人修缮屋顶，瑞德通过跟狱警的关系，成功帮朋友们拿到了这份轻松的工作。当大家在屋顶干活的时候，安迪无意间听到其中一名狱警在和同事抱怨，说他将要继承哥哥留给自己3万5的遗产，可如果扣了税之后根本剩不了几个钱。安迪意识到这或许是个翻身的好机会，于是他不顾瑞德的劝阻走了过去。狱警以为他要造反，抓着安迪就要把他从楼顶推下去。这时安迪急忙解释，说自己有办法帮他一分不少的继承这笔钱。他让海莉申请把这笔钱赠给妻子，因为配偶之间可以赠与6万元的免税财产，而安迪可以帮他完成这一系列的申请，就连请律师的钱都可以省了。作为回报，他希望海莉能请他们每人喝3瓶冰镇啤酒。于是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午后，一群犯人当着狱警的面悠闲地喝起啤酒。瑞德头一次在监狱体会到了尊严和自由，而安迪则独自坐在角落享受这片刻的宁静。原来安迪入狱前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精通各种金融知识的他有着大好的前程，可在一次下班时却意外撞见妻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恼羞成怒的他从车里拿出一把手枪，就在他准备进屋找两人算账时，屋内的两人却意外遭到杀害。安迪成了最大的嫌疑人，警方在他的车里找到了那把手枪，于是安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和一群罪犯被押往肖申克监狱，监狱的囚犯看到有新人到来都欢呼雀跃，大家会打赌看谁会在第一个夜晚崩溃大哭，这也是他们漫长服刑期间唯一的乐趣。瑞德把赌注全部压在弱不禁风的安迪身上，认为他肯定熬不过第一个夜晚。犯人们被高压水枪清洗，然后撒上消毒粉，关在一间间狭窄的牢房。晚上囚犯们用各种恐吓的话吓唬这些新来的。终于一个小胖子受不了了，他哭喊着想要回家，而看似柔弱的安迪却一言不发。很快狱警们就闻声而来，海莉让人把小胖拖出牢房，对着他就是一顿毒打，监狱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If I hear so much as a mouse fart in here the rest of the night, I swear by God and Sonny Jesus you will all visit the infirmary. Every last motherfucker in here. 第二天，安迪神态自若地从牢房走了出来，这让瑞德对他刮目相看。安迪很快就适应了监狱的生活。这天，他主动找到瑞德，希望他能帮忙给自己搞来一个小锤子。瑞德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20年，是这里出了名的百事通，只要是不违禁的物品他都能搞来。瑞德开玩笑问他要锤子是想越狱吗？结果当他拿到锤子时，立刻打消了这个顾虑。如果用这把锤子挖墙越狱，估计人没了也不可能挖穿一面墙壁。他把锤子藏在书里，让老布交给安迪。安迪看到墙上刻着在这里住过囚犯的名字，于是他起身把自己的名字也刻了上去。随后安迪再次找到瑞德，想让他帮忙找一张当红女明星的海报。因为安迪独来独往的性格，很快就被监狱里的兄弟帮盯上，他们经常会找安迪的麻烦。安迪总是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就在安迪帮助海莉成功避税后，兄弟帮再次找到安迪，这次他被打成重伤，在医院住了1个月，而兄弟帮也被关了1个月的禁闭。得知此事的海莉为安迪报了仇，兄弟帮直接被打进了医院，此后便再没人敢找安迪的麻烦。安迪出院后看到了瑞德送给他的海报，还有欢迎他回来的纸条。安迪告诉瑞德自己想要一副棋盘，棋子他要自己来刻，一半用雪花石，一半用造石。瑞德说那岂不是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安迪却笑着回答，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于是狱友们在外出工作的时候，都会帮安迪收集那种石头，这些石头足够安迪刻一辈子。这天监狱长对牢房展开突击检查，可奇怪的是他只搜查了安迪的房间。海莉在地上找到一叠砂纸，安迪说那是他打磨妻子用的。看着窗台上的石头，海莉并没有怀疑。监狱长拿过安迪手中的圣经，两人探讨着书中的经典语句。他很高兴安迪在监狱的表现。离开时，监狱长告诉安迪 Salvation lies within。 随后监狱长把安迪调到图书馆工作，他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狱警们纷纷来找他合理避税，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就连附近监狱的狱警也都带着税单来找他。他帮狱警们省下一大笔不必要的开支，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会让瑞德过来帮忙。很快监狱长再次找来安迪，原来这些年他收受了大笔贿赂，他想让安迪把这些财产变成合法收入。因为安迪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秘密会被泄露。此后安迪变成了监狱长的得力助手，他为监狱长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并把这些不义之财以合理的方式存在新身份的名下，这样以后即使查也查不到监狱长的头上。为了丰富狱友们的生活，安迪向监狱长申请想要扩建图书馆，可监狱长却说监狱里没有这笔预算，监狱的钱只能做3种用途：铸造高墙、增加牢笼和添加警卫。如果要扩建图书馆，只能自己想办法。于是安迪开始每周给州长写信，起初他的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安迪并未就此放弃。终于在6年后，他得到了州长的回信，州长给图书馆拨款了200美元，还给安迪寄来一大批旧书和杂物，希望他能停止每周的来信。狱警嘲笑安迪200块能做什么，可安迪却兴奋不已。
自己才写了6年就得到这么多书，看来还是不够勤奋。于是他决定把每周1封信改成2封。安迪在这些杂物中找到一张唱片，他把房门紧锁，然后通过广播开始播放音乐，悠扬的歌声传遍了监狱的每个角落，囚犯们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驻足聆听。这一刻，他们仿佛重获自由。安迪悠闲地躺在椅子上，享受着片刻的美好。很快，监狱长就赶过来制止他，可安迪非但没停下，还把音量调到最大。最后，海莉破门而入，关掉了音乐。安迪则被关了2周的禁闭。瑞德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和监狱长作对。安迪说，音乐可以让人不会忘记外面的世界，有些地方是高墙关不住的，比如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生活的希望。在安迪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最终州长答应给监狱拨款扩建图书馆，并且每个月还会给他们500美元的书款。狱友们在这里享受着书籍和音乐带来的快乐。这天，一向温和的老布突然变得暴躁，他用刀抵在狱友的脖子。安迪和瑞德急忙赶来制止，他们劝老布千万别做傻事。原来老布获得了假释的机会，可他在监狱里待了整整50年，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念过书，在监狱里受人尊敬，可一旦出去就成了一无是处的废物。 But I'm telling you, 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安迪这才明白老布之所以伤害狱友，竟是为了能继续留在监狱。出狱这天，老布无助地走在大街上，他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入狱前，汽车还是个稀罕物，可现在却满大街都是。老布努力想要融入这个社会，可换来的却是顾客的嫌弃和老板的斥责。每天晚上，他都会被噩梦吓醒，仿佛这里才是可怕的监狱。生无可恋的他换上一身整洁的西装，在房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得知老布的遭遇，安迪和瑞德都沉默了。这天，监狱再次来了一批新的犯人，其中一名叫汤姆的年轻人因盗窃罪被判了2年。他活泼开朗的性格很受大家的喜欢。汤姆说自己13岁开始就以牢为家，大大小小的监狱他都待过。当他得知安迪入狱的原因后，脸色大变。原来他曾在其他监狱听闻过此事，有个犯人杀了一对年轻男女，可最后女人的银行家丈夫却成了替罪羊。得知真相的安迪震惊不已，要知道这已经是他含冤入狱第20个年头。他急忙找到监狱长，希望他的案件可以得到重新审判的机会。可监狱长显然并不想让安迪出去。安迪看出了他的担心，说自己出去后一定会守口如瓶。I'd be just as indictable as you for laundering that money. 然而这句话却彻底激怒了监狱长，他认为安迪是在威胁自己，于是把安迪关了1个月的禁闭。为了彻底打消安迪出去的念头，监狱长晚上把汤姆约到监狱门口。在得知汤姆愿意为安迪出庭作证时，监狱长直接命令狱警以越狱罪将他射杀。从禁闭室出来后，安迪找到瑞德，他为汤姆的死感到自责。如果自己还有机会出去的话，他会去墨西哥的一片海滩，那里被称为没有回忆的海洋。他想在海边开家旅馆度过余生。临走时，安迪叮嘱瑞德，如果你哪天假释出去，一定要去巴克斯顿农场，那里有一棵大树，下面埋着送给你的礼物。吃饭时，狱友告诉瑞德，安迪问他要了一根绳子，这让瑞德紧张起来。他开始担心安迪会自寻短见。晚上，安迪照常帮监狱长清点账目，监狱长很高兴他能像以前一样。 It's good having you back, Andy. Place wa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回到牢房，安迪拿出一根绳子，瑞德则担心他会在这个雨夜做出傻事。早上清点人数时，安迪迟迟没有出现。当狱警赶到牢房时，却发现安迪竟凭空消失了。监狱长找来瑞德询问情况，可瑞德也不知道安迪怎么会突然消失。监狱长生气地抓起窗边的石头扔向墙壁，结果却发生了奇怪的声响，墙壁仿佛是空的一样。他一把扯下海报，映入眼帘的竟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是的，安迪越狱了。狱警随即全体出动，开始寻找，最终在监狱附近的排水沟找到了安迪的囚服和那把用来雕刻棋子的小锤子。原来这场越狱计划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那天安迪在墙上刻名字的时候，突然一块石头掉了下来，也就是在那时，安迪心中萌生了越狱的想法。他每晚都会在海报的掩盖下悄悄行动，然后在白天放风的时候把这些碎石丢掉。虽然进度很慢，但安迪却有的是时间。越狱的那天，他偷偷换掉了监狱长的账本，然后把所有资料装进袋子捆在腿上，沿着隧道朝监狱外爬去。隧道的尽头是监狱的排水系统。安迪在雷声的掩盖下，用石头狠狠地砸向排水管道，终于管道被他成功砸破。他又顺着恶臭的管道艰难爬行了500米，最终安迪成功从肖申克监狱逃了出来。他撕掉身上又脏又臭的囚服，尽情享受雨水的洗礼和这久违的自由。第二天，一个名叫史蒂文的男人来到银行，出生证、驾驶证、保险卡，所有证件齐全，就连签名也分毫不差。他造访了大大小小10几家银行，取走了监狱长37万的存款。临走时，他把一个信封交给工作人员，让他帮忙寄给报社，里面是监狱长这些年所有贪污受贿的证据。监狱长看到报纸后彻底慌了，他急忙打开保险柜，里面是被安迪调换的圣经。安迪在上面给他留了一段话：亲爱的监狱长，你说的对，救赎之道就在其中。原来正是这本书藏着安迪的越狱工具。看到海莉被警方逮捕，
监狱长明白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扣动扳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的安迪已经开始前往了墨西哥。不久，瑞德也获得了假释的机会。他像当年老布一样对生活充满迷茫。瑞德住进了当初老布住过的房间，房梁上老布的名字还清晰可见。瑞德也想过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一切，但最终理性占了上风。他在房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来到巴克斯顿农场，找到了安迪口中的那棵大树。树下是安迪留给他的一封信和一些钱。信中安迪让他用这些钱买张机票，到那片没有回忆的海洋来找他。瑞德最终决定踏上未知的旅程。两个老朋友在海边再次相遇。有些鸟注定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生活中不乏会有因为没有毅力而失败的例子。如果你也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疲惫，不妨静下心来看看这部影史排名第1的电影，它能唤醒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让我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